近段时间，台湾空军战机服役年限已到，是汰除还是延寿升级，成了空军非常苦恼的事情。如今，美国军火商主动与台湾洽谈，希望能为台湾提供一款最为合适、性能优良的战机。目前，台湾负责高空高速拦截任务的是法国幻象5型战机，迄今已经服役20余年。前些年，台湾进行了现役 F-16的升级专案，并从美国采购了66架最新生产的 F-16B， 将在2年内悉数交付。因为由于受到用机案的影响，法国一度延迟出售零附件，使得幻象2阶5型战机的妥善率仅有50%。台湾还是担心，不知道能否顺利完成该项目，因为未来不确定因素太多。如果幻象战机不能顺利提升性能，未来将难以担当大任。于是，台湾将 F-15与 F-18纳入取代方案。目前双方已经有了初步讨论，包括美国即将全面退役的 F-15CD、最新延寿的 F-15200C、F-18EF 以及最新改良的 F-18XT 都在双方讨论的名单中。F-15系列战机是最优良的高空高速拦截机种，作战半径也比较大，是台湾最主意的一款战机。但美国觉得 F-18更加适合台湾，因为 F-18与台湾自研的 IDF 战机有许多共用的零组件，并且 F-18的电子作战能力更强，具有视距外猎杀能力，可携带10枚 M120空飞弹，只是在航程方面逊色于 F-15。目前美军计划在航母上使用2中队的 F-35B 与 F-A-18的混合机队进行协同作战。如果台湾先采购 F-18系列战机，未来获得 F-35的话，同样可以协同作战。F-18系列战机起落架比较坚韧，非常适合短距起降。最后一个是 F-18系列战机的最大优势，那就是设计之初就重视控制维修成本。虽然是一款双发战斗机，但操作成本仅比单发 F-16高一点。依照以往的数据， F-16C 每小时操作成本为8000美元。F-15E 高达21000美元，而 F-18EF 的操作成本仅有1100美元。对台湾空军来说，超级大黄蜂的确是个好选择。F-18系列战机非常符合台湾需求，在各类衍生型号中，我最推荐的是 F-18XT 战机。这款波音最新升级的沉默风采是对台湾帮助最大的，意味着 F-18XT 完美弥补了 F-18系列的缺陷。提升的程度可不是一点半点，甚至可以帮助台湾对抗5代战机。近些年，波音公司在美军项目上接连失利 ，F-22与 F-35项目被洛克希德全盘拿下。B-21隐身轰炸机也由诺斯罗普负责。波音为了能继续保持在美军项目中的竞争能力，只能将目光投向现役战机。之前就搞出了一个 F-15EX， 并成功让美国国会买单。如今，波音又在 F-18的基础上推出了 F-18XT 沉默风版本。相较于美军现役的超级大黄蜂 ，F-18XT 在外观改动上并不大，基本保留了超级大黄蜂的气动布局，着重提升的方面都是 F-35比 F-A-18EF 先进的地方。相较于前行大黄蜂 F-18XT 拥有2大不同，一个是加装了保型油箱，另一个就是取消了机翼上的外挂架，利用外挂式封闭武器吊舱来取代。对于21世纪的美国海军来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舰载机航程太短，加挂外部油箱会影响舰载机武器挂载能力。选择发展舰载加油机又治标不治本，最终只能寄托于下一代空中优势，希望能来个符合要求的。但大家也清楚，要求越多，研发难度也就越高。美国海军在下一代舰载机研发上还面临着不少挑战，例如能躲避雷达侦察的新型机体结构、最新的隐身涂层、降低机体飞行热量的技术等等。另一方面，自身装备的发展也在影响美国海军下一代舰载机的研制，尤其是应推销给美国海军的 F-35C。当时美国空军已经订购了1170架 F-35A， 然而海军对这笔订单却迟迟没有决定，甚至还在当年延迟了 F-35C 战斗机的订单，转而扩大 F-A-18EF 超级大黄蜂的订单。但是不买 F-35C 又觉得不给国会面子，万一以后给我穿小鞋怎么办？
所以硬着头皮订购了260架 F-35C 战斗机。为了解决美国海军这个痛点， F-18XT 首先要解决的就是航程问题。装备了保信油箱，在不明显增加航程风阻的情况下，可以显著提高 F-18XT 的航程，并且无需外挂副油箱，保证飞机外形干净。这一对保信油箱为 F-18XT 沉没风带来了3500磅的额外油量，再加上本身内有14400磅，使得 F-18XT 在挂2枚2000磅炸弹以及2枚 M120中程弹时，作战半径从1092公里增加到1350公里。超级大黄蜂在设计上其实是存在缺陷的，其翼下挂架被迫向外倾斜，呈现出外8字的布局，导致超级大黄蜂在高速飞行时的阻力大大增加。飞弹长期暴露在外，也会让战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提升，而封闭式武器舱的用途就是减少外挂飞弹造成的雷达截面积。在执行需要速度的制空拦截任务时，可以进行整流，减少飞行阻力。不仅仅3、4代机能用，5代机也可以用。英国贝就为 F-35开发了机腹机炮吊舱这类的隐身吊舱。波音设计的封闭式武器舱，每一个都可以挂载4枚 M120中程空飞弹。用上了这东西， F-18XT 就可以摆脱机翼上的外8字挂架了。除此之外， F-18XT 还换装了更强大的 F-414发动机，这是 GE 公司的 F-404与 F-41基础上研发的，加力推力增加了24%。在近距空战包线区域， F-414能提供比 F-404高30%至40%的推力。在高空截击任务中， F-414的超音速推力也比 F-404提高了20%至30%。由于气动布局的改善， F-18XT 在加速性能与爬升性能方面，比现役超级大黄蜂提高1至2.5倍。经过波音公司的21次试飞，详细测试了保信油箱与封闭式武器舱，再加上隐身涂层的使用， F-18XT 沉没风比美军现役超级大黄蜂的隐身指标改善了50%。最优秀的还是 F-18XT 的电子作战能力。在 F-18XT 机背上装备了球形飞弹与激光防御警示系统，增加战机防护能力。机首下方配备了与 F-35一样的前视红外搜索与跟踪系统，能够探测、跟踪和瞄准各种陆地、海洋和空中目标。当在被动模式下操作战斗机时，这种综合体具有巨大的优势。与雷达相比， IRST 有助于探测空中威胁，还能显著增强战机的多目标交战能力，为飞行员提供更好的远程威胁识别能力。从 IRST-21 传感器组件上获得的数据，也能与其他传感器提供的数据进行融合，最大限度地为飞行员提供态势感知能力。而这种被动探测能力，直接针对的就是5代战机。 IRST 可以用于扫描地平线上的雷达战斗机，接收喷气式发动机释放的红外线热量，为 F-18XT 沉没风提供对抗5大战机的真正机会。另外， F-18XT 还换装了新一代座舱与头盔显示系统，对座舱进行了彻底改造，利用整块屏幕代替一连串的仪表，让飞机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攻击标准更加准确。安装的新型机载计算机与数据链系统，可以让 F-18XT 与其他战机通过先进指向性网络技术数据链实现海量数据交换，并融合实时信息，用一句话代替 F-18XT 在超级大黄蜂基础上做出的升级，都在向美军 F-35C 看齐，在技术上越来越接近 F-35C， 甚至有了取代 F-35C 的可能性。F-18XT 的飞行寿命也获得提升，此前交付美军的超级大黄蜂飞行时间大约在6000小时，而 F-18XT 飞行时间足足增加了4000小时。更长的飞行寿命，除了能为军队服役更久以外，还能减轻后勤压力。经过这次改良， F-35C 恐怕在航程、速度以及火力方面很难超越 F-18XT， 而俄制苏35更不是对手了。波音此次进行了改进，可以保证 F-18XT 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潜在对手的飞机与防御系统保持优势，甚至能直面对手的5大战机，而这更是台湾需要的。相比之下， F
15SE 就要逊色一些了。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内。我们下期见。台湾很早就开始重视反辐射作战，在引进幻影2000-5和 F-16战斗机制时，就积极谋求获得反辐射导弹。虽然在台湾的多次请求下，美军向其出售了少量 AGM-88B 反辐射导弹，但这是1993年就已经停产的老型号，性能和可靠性均不甚靠谱。美军出售给台湾空军的 AGM-88B 数量太少，被台军视作不可轻用的杀手锏武器。而大陆方面在台海右岸的雷达和防空网络却织得越来越密，特别是从俄罗斯采购的 S-400服役后，以其数百千米的射程，只要布置在福建沿海，就能有效控制和覆盖台湾空域。配合空军战斗机加战术导弹，可以做到让台湾空军在起飞、升空、制空3个阶段都受到我军严密监控和持续不间断打击。台湾空军战斗机很难在这样高强度的监视和攻击下存活。要打破这种绝境困局，就得先撕开大陆密集的雷达网络。而除了反辐射导弹外，还有反辐射无人机这一利器。2000年以色列向中国交付了一批哈比反辐射无人机后，台湾军方一方面深入研究如何对抗哈比反辐射无人机，另一方面积极寻求从以色列引进哈比反辐射无人机或其相关技术。虽然以色列方面断然拒绝了台湾军方，但哈比反辐射无人机的设计理念和部分技术资料是公开的。从2002年开始，台中科院开始参照哈比研制反辐射无人机。据悉，台中科院开展的反辐射无人机项目代号为剑翔计划。由于外形类似以色列研制的哈比无人机，因此被称台湾版哈比。台湾自研剑翔反辐射无人机有明显的好处，首先是可以不受美国对反辐射导弹数量的限制，生产和装备大量的反辐射无人机，以无人机群模式冲击和破坏大陆的防空和侦察监视雷达网络。其次，低空低速的反辐射无人机和高空高速的反辐射导弹可以形成很好的高低搭配组合，起到1+1大于2的战力加成效果，提升台湾方面的反雷达作战能力，以压制台海地区大陆防空导弹，掩护空军战斗机使用。从外形来看，剑翔反辐射无人机系统采用了与以色列哈比和中国国产反辐射无人机系统一致的机动式发射系统的设计思路。然而其发射车却不是中国和以色列采用的高机动6×6军用卡车，而是4×4重型卡车车头加4轮拖车的卡车拖车模式。这种底盘的优点在于载荷大、容量大，共携带12个集成式发射箱系统，采用4层各3个发射箱排布模式，发射箱稍稍向上倾斜，而以色列和中国的机动发射系统只有2层6个发射箱，这使得剑翔具有一次性发射数量大、饱和攻击能力强的优点。但该发射车的弱点也很明显，就是拖车的车长太长，系统集成度不够高，部分机箱不得不布置在车轮之间的底盘上，使得底盘离地间隙进一步压缩，使得车辆的通过性进一步下降，机动性与6×6机动车辆根本不能相比，这降低了剑翔反辐射无人机系统的战场生存能力。剑翔反辐射无人机与哈比一样，都采用小展弦比三角翼无平尾布局，机身呈圆柱状，与机翼融合为一体。圆柱状机身头部装有被动雷达导引头，导引头技术源自台湾天剑 -2A 反辐射导弹的导引头的相关技术。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看到剑翔无人机机翼的后掠角角度看上去比哈比更大，这意味着剑翔整机长细比则比哈比稍大，因此可以推测其俯冲攻击时最大速度超过400千米每小时，实用升限可达3000米，实战中可用的真实作战半径不会低于400到500千米。剑翔无人机的导引头雷达罩非透明，可以看出其没有采用光学传感器，而是仅仅采用了被动雷达导引头。该技术与哈比早期型可谓一脉相承，但实际上，在哈比增强型和中国大陆研发的 ASN-301 反辐射无人机上，导引头技术早已大幅更新进化。除了安装反辐射接收机系统，还增加了光电视频侦察和实时图像传输2种导引模式。这样一来，除了接收雷达辐射源信号外， ASN-301 无人机同时还可以用头部的光电视频制导系统牢牢锁定敌军雷达站目标，
此时，无论是诱饵辐射源干扰，还是雷达关机等常规电子对抗手段，都对新型反辐射无人机完全无效。这大大增强了其抗电子干扰能力和命中率。同时，实时图像传输系统则可以通过数据链将光电侦察视频实时回传指挥部，由指挥部远程控制和指挥，这也有利于提高对目标的合理分配和打击能力。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称，根据台当局防部门上周送交台湾地区立法机构的报告指出，剑翔无人机攻击载具分为2款形式，一是无人攻击载具，另一款则是无人诱标载具。前者为反制敌方导弹阵地及雷达站，后者则是反制诱敌雷达开机搜索。由于剑翔无人机作战效益极佳，量产数量可望由原先规划的108架往上调升。根据书面报告，剑翔无人机将于台湾本岛、外岛将设置4处阵地及相关设施，预计在2025年即可完成。对于供3导弹阵地、弹库等相关设施，空军已规划在全台湾地区设置17处地点，并已规划分阶段进行各项设施工程，预计在2026年可以全数完成。台军、海军目前也积极设立反舰导弹机动中队，以对付绕台演训。台产岸置反舰导弹系统是分2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2017至2026年，主要筹获熊2、熊3反舰导弹，并且对原有固定阵地进行系统性能提升，以及台军方导弹部门采机动化。报告表示，此阶段会对6处固定阵地进行射控系统性能提升，还将选定7处进行设施工程，包含机动发射车车库、任务管制中心、弹库等设施。在第2阶段部分，执行年度为2023年至2026年，持续筹获熊2、熊3导弹，并筹获增程型熊3导弹，规划在岛内选定12处地点进行设施工程，工程内容包含机动发射车车库、驾驶训练场、周转库房、零件库房、维修厂、修护中心及战备管制室等设施。第一阶段将在南台湾各县市都设立反舰导弹机动中队的相关设施，包括高雄、台南、屏东与台东。一旦台海未来爆发冲突，台军在常规的武器方面将会受到大陆巨大的军事压力，而无人机将是台军对抗大陆军队的重要力量。相比于那些机场、港口和雷达站等固定目标，这些机动性强并且早已设定好作战参数的无人机无疑有更大的威胁，特别是对于那些自杀式无人机来说，执行这种本就有来无回的攻击任务，只要能造成伤亡就算成功，而且还会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恐惧效果。目前，台军装备的无人机主要有以下几种，即腾云、剑翔、瑞渊和红雀4种自研无人机。同时，台军还在积极向美军求购 MQ-9 死神无人机，其中红雀无人机是一款单兵手持式轻型无人机，它参考了美军 RQ-11A 轻型无人侦察机。红雀的主要任务是为单兵提供战场侦察和前线支援能力，其主要通过手持的方式起飞，充满电后可持续飞行20公里。滞空 1.5 小时，最大速度45公里每小时。瑞渊无人机则是台军目前的主力侦察无人机，该机最大飞行速度180公里每小时，最远航程可达600公里。它采用了 GPS 定位系统、自动飞行控制系统、电子反干扰、实时图像传输技术，主要任务为提供全天候的战术侦察能力。而腾云无人机是类似于美国 MQ-9 死神无人机的察打一体无人机，该机在外形上与 MQ-9 颇为相似，最大升限可达8000米，最大航程可达1000公里，可24小时巡航，还可以携带地狱火导弹等武器。该机可以执行情报搜集、监视、侦察、火力导引和对地攻击等任务。不过，该机在性能上要逊色于 MQ-9， 包括发动机和传感器等零部件都需要进口。这也使得台军一直希望获得美国原版的 MQ-9 无人机。从作战的角度来看，腾云、瑞渊和红雀无人机更适合在一定空域范围内的长航时侦察和察打一体任务，剑翔无人机才最适合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剑翔无人机也被称为台版哈比，它在尺寸和外形上与以色列的哈比无人机非常相似，两者都采用了小展弦比三角翼无平尾布局，机身呈圆柱状，与机翼融合为一体。圆柱状机身头部装有被动雷达导引头，可携带高爆弹头在内的多种弹头。台军的剑翔无人机在性能上虽有升级，但总体相差不大，属于第一代反辐射无人机。台军对剑翔无人机寄予了厚望，首次公开展示时就讲述它可以有效打击军舰、雷达系统和 S-400防空导弹系统。
按照台军的设想和美媒的分析，开战前台军会将舰翔无人机进行机动部署，并提前设定好此前已侦察好的雷达参数。一旦战事开启，舰翔无人机就会升空执行自杀式攻击任务，并对作战部队造成较大威胁。尊严只在剑锋之上，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我们下期见。